大家都叫我推荐一个辅助英雄，那我直接就推荐这个在王者打到去8000分玩 SS 的辅助，就是我们的卡瑞兹。这一次告诉大家，在现在这个版本到底该怎么出装，怎么用奥义，怎么玩在 S 排位赛，临死还扛最多伤害还狂杀，怎么做到呢 ？Enjoy it。这里看到对面这哥德尔直接一技能破防，然后把他收掉，搭配队友，还有一个罗尔直接2技能开启，1技能被动右刷器把他人头直接收掉。这里看到对面特尔安德是大招搅起来，1技能也搅起来，哇！隐形加速搭配队友直接越塔，把他死人之后打出来，再把他收掉。这里看到对面哥德尔，哇！先开2技能，开大就断了，直接把他人头又收掉。这里又是这个特尔小公主直接开大招，哇！直接把他人头大招收掉，搭配队友。这里先隐形2技能劝对面的莫拉小兄弟搭配队友，这里又把他环速又收掉。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由小小银狐君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卡瑞兹 S 排位赛的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呢，就失去一个教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卡瑞兹，又或者是玩过辅助位的话呢，请在下方点个赞。如果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呢，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玩什么路啊、什么英雄窝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这次玩到卡瑞兹这个英雄，为什么会玩？没什么原因的，因为这个英雄一没 ban， 我就会拿来玩。我超级喜欢这个英雄，想当初在王者打这个王者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英雄呢就 SS 场经常用来玩，然后打8000分。那这个英雄当初在王者是很少 ban 的，因为呢有比他厉害的辅助啊，在王者里面。可是传说呢，这个卡瑞兹啊，就是几乎是最强辅助的一个选择。当然也有 counter 他的英雄啊，那 counter 他的英雄有什么啊？很多人都不会选啊，就是查根纳尔。其实查根纳尔这个英雄是很 counter 卡瑞兹，你出一个莲雾之戒，然后呢，这个卡瑞兹一开大，你就他要圈的时候啊，你开一个灯，然后呢就再开你自己的大招，他就圈不到人。而卡瑞兹的大招和这个查根纳尔的大招呢，其实并不会说那个冷却差很远的时间啊，到了中期的时候。这里开始，我们的小兄弟把对面收了2个小兄弟，我们呢想要赶过去支援已经不需要了啊。那这里直接把对面这个哥德尔直接收掉，然后再来一个对面罗尔1技能的被动出发了，就把他人头收掉。其实很多小兄弟呢会忽略掉一点这个卡瑞兹。可能会以为呢只有隐形、加速还有控制，其实不是啊。卡瑞兹这个英雄还有一个很夸张的一点，就是他1技能撞到人就会有个降双防的被动。那比方说对面塔尼克刚开始出一个骑士板甲好了，我们1技能降我们这样撞过去，他的板甲几乎就是没有。那这一把呢，我们就会拿到一个零死的战绩玩一个卡瑞兹。承受了差不多30%的伤害，可是零死的一个战绩。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一把出了我们全部都是输出位。那用一个卡瑞兹竟然能扛到这样，而且还零死，到底要怎么做到啊？大家跟着做，跟着出装就可以了。其实真的不太难可能这么说，很多小兄弟说你这么想，我可能你就觉得不难啊。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英雄，我觉得你要上手真的是不难。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玩到去一个最高的上限的话，这个英雄是很高的一个上限的。那窝的推荐是各位小兄弟，如果有这个英雄，你又是 A 排以下的话，那当然很容易可以拿到这个英雄。那这样的话，其实这个英雄是蛮好用的。这里圈2个，把对面2个圈掉。那如果你要把它真的是玩到觉得可以的话，也是不太难啊。那这里直接一个我们刚刚闪现极限逃脱，然后回城了，哇！
这个卡瑞兹这个小兄弟，他不是一个坦克，很多辅助在刚刚啊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逃脱。比方说，如果我玩一个萨尔尼亚，可以很轻松的逃脱。为什么？因为刚刚可能就达不到那个血量。那可是如果你玩卡瑞兹，就有这个上限在。很多小兄弟可能刚刚那里就直接掉人头，可是辅助掉人头大家可能觉得没所谓。那上限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刚刚也不需要掉人头。这里把对面特尔的死神之后打出来之后呢，我们来越塔，不要让甲虫小兄弟去越塔，要不然的话可能是一个1换1，那就很亏啊。那这里如果我们自己的蓝量不太够啊，这里先越塔啊，把对面圈着。不用怕，先开2技能啊！对面哥的就死，为什么？他是有大招的。我们玩辅助，记得他的大招什么时候用完。现在他肯定是有大招，所以我们选择先按2技能啊，再进场。这样的话，他一开大，我们就不会说他控制住我们按不了2技能，反而是先按2技能，他一开大，我们2技能自己就会等待那个圈圈的时间。一圈到，他的大招就被断了。开启大招啊，1技能、2技能，直接越个塔把对面的特尔安纳斯直接收掉。那这个就是卡瑞兹这个英雄的可怕之处了。必须的，你要很会，原本要很会玩这个打野，那不会也没什么所谓。不过如果原本很会玩打野的话，就会很清楚一个时机啊，对面到底大家到底什么时候要进场，什么时候要去抓人去 gank。那玩到这个英雄就像玩一个刺客，可是你是一个辅助。那这里我们先回一个城，最重要的是这个蓝量已经不足，而现在呢没有什么好的进场机会。要是有的话，可以问一下自己的打野小兄弟，这自家的蓝 buff 能不能放呢？可是像这一把的话，我通常都不会拿，因为要给的话，我也会选择放给自己的龙兽小兄弟啊。然后这里我们呢先蹲一下在 L 草丛的这个上面，然后再看到哇，对面的这位小兄弟他也开启1技能加急走。如果他普通的这么走就算了普通的逃走就算了，他还开了急走的话就不必去追了。追一个坦克这个莫托斯半坦的，所以它意义不太大。这里玩的流氓刀在对面的高地和2塔中间直接想要圈人了。一圈到，如果对面还想打的话，我们也不会死，可是他会被我们队友呢直接就收掉。那这里我们先蹲一下，在这个草丛看一下对面，如果有人站前一点来清兵线，那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圈到。那这里看一下还有没有队友要输出了，对面还有一个罗俄他这里我们先扛一下这个血量我们这里是没有死神之佑的，可是哇，这个1滴血的血量让我们的凡恩小兄弟可以毫发无伤、千钧一发的把对面罗俄收掉。大家刚刚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帮凡恩扛的话，他就会被塔直接打死虽然他可以有机会收掉对面的罗俄，那如果刚刚是我们即便被塔打死也没所谓，用一个辅助的命去换一个对面法师中路的命，很值得。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出装现在呢是先出一个宝石。那这里先看到对面想要来抢龙抢凯撒，我们已经把凯撒拿掉了，他绕来绕去想要逃了，向前逃就被我们抓，向中路逃就会被我们打野抓，那就无路可逃的感觉。这里直接圈对面的打野小兄弟，搭配队友这里直接把他收掉，不断的圈。玩到这个英雄呢，有一个，如果大家觉得好像真的好像这个要玩的很厉害，好像比较难，那我就告诉大家，只要不会怂就可以了，不会怂。能够进场，觉得能够收得掉，队友在附近，那就上吧，把对面的罗俄这里又越塔收掉，不断的越塔，把对面主堡拆掉，干净利落，赢得这场游戏胜利，零死的状态。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y Team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